年初二返外家，記得兩要三不要。咪住先，點解年初二要返娘家呢？唔係年初三返呢？我冇外嫁女返外家過年個，過冬空過年窮，初三食口仲咁好。大年初二有個傳統嘅風俗叫做回娘家，又叫做迎婿日，咁客家人叫做撞妹嫁。古時候有個叫法叫做歸寧日，即係出嫁女返自己娘家嘅日子。但係點解會定喺大年初二，唔喺其他日子呢？相傳朱元璋有個細女叫做安慶公主，下嫁俾歐陽麟之後，夫家好窮好寒酸，寧願留喺皇宮同皇后皇帝過年，都唔返自己婆家。咁到咗大年初一，安慶公主帶住駙馬去同朱元璋請安嘅時候，咁朱元璋一問先知道，原來佢仲未同自己公婆請安喎，就好嬲咁講啦，我當皇帝係人，普通老百姓又係人，點解新年流流你唔同自己公婆請安，山長水遠走入嚟同我請安呢？仲寫咗副對聯，叫公主年初二再嚟跪安。嗱，對聯係咁寫嘅：楊貴宇識敬婆，橫批天經地義。咁之後民間就開始流傳大年初二要回娘家嘅習俗啦。咁另一個講法就有啲迷啦，古人認為從除夕開始至到年初一都係祖先返到屋企接受後人祭拜供奉嘅日子。咁如果有外人喺度，佢哋係唔會返嚟嘅。咁呢一個外人就包括外嫁女啦。喺古人嘅概念入邊，嫁出去嘅女就等於潑出去個水。咁按照以前老一輩嘅講法，就係話外嫁女已經係婆家嘅人嚟噶啦，有自己嘅家庭，應該要以夫家為主。而古代嘅男子亦都係女子賴以生存嘅人。甚至喺民間仲認為，如果外嫁女返外家過年嘅話，會被視為係食窮娘家，會導致兄弟不和，會俾人指指點點啊，話佢喺婆家過得唔好。咁如果喺娘家攞啲乜嘢返夫家嘅話，就會俾人認為係攞着數去益婆家啦，等等一啲講法。但其實呢啲都係男尊女卑嘅思想導致嘅，所以就導致咗好多夫妻一到過年嘅時候，諗住要返邊個屋企過年而出現分歧嘈交啦。其實有時候我哋冇必要俾一啲傳統嘅習俗困死啊！咁你試想下，如果人哋獨生子女係點算啊？係咪冇必要話一定要規定年初二先至可以回娘家，亦都冇話一定唔可以翻去娘家過年。咁有啲人就乾脆一齊過大年，皆大歡喜；而有啲就各自歸各家，各自找各媽嘅戰略。咁其實我覺得，只要溝通好嘅話，係冇問題嘅。主要仲係要根據你嘅實際情況而定。你話係唔係呢？咁唔知你嗰邊係興年初幾回娘家嘅呢？咁年初二要做乜呢？年初二要迎女婿，一家細拿返外家噶啦。大年初二係迎婿日，亦都叫做姑爺日，即係女婿同自己外父拜年嘅日子。咁按照傳統嘅風俗，喺呢一日外嫁女就會帶住自己老公啊、仔女啊，仲會帶住一啲禮物返去同自己父母拜年。咁老一輩人認為女婿一定要陪同嘅，成雙成對，一嚟係為咗表達尊重同敬意，二嚟嘅話俾自己老豆睇下個女係嘛，嫁過去之後嘅面容啊、狀態過得好唔好，所以喺年初二回娘家呢一日，女婿不宜缺席。年初二返外家送禮就要送雙，冇送單，搭不日要搭雙數。按照老傳統認為，返外家帶禮物最好就送雙數嘅禮品啦，因為雙雙對對，好事成雙，一雙一對啊嘛。但係千祈就唔好空手兩梳蕉咁去啦，亦都唔好單數喎，因為單數比喻意係唔吉利嘅。咁回禮亦都係要雙數，好事成雙先至好嘅。咁單數回禮嘅話，就俾人覺得係唔禮貌、唔吉利。咁三不要呢？年初二返外家就冇洗頭咯。按照老人嘅講法，年初一到年初七都係唔俾洗頭嘅。外嫁女返去一日兩日嘅話，更加唔可以喺外家洗頭。如果要洗嘅話，唔該出去洗。仲有唔好洗衫嘅講法，事關古人認為年初二係水神嘅生日，水即為財啊嘛。如果你喺年初二洗衫洗頭嘅話，就會得罪佢，會冒犯佢，會對佢不敬，導致財產流失咁話。咁老人覺得就唔吉利嘅，唔知你嗰邊有冇呢個風俗呢？吓？咁二不要呢？年初二會連條啲做得唔好嘅嘢就未好做。大年初二點解會叫做開年呢？嗱，開年即係一年嘅開始，象徵新生同希望。喺北周時期，虞舜嘅《行雨三銘》入邊就有記載啦。開年寒盡，正月由春。嗱，呢度講嘅開年就係大年初二，咁意思就係話開年之後，冬天過去，春天就會嚟噶啦。
咁年初二開咗年之後，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可以去拜年，亦都可以去探親。咁有啲地方仲會喺年初二去祭財神，北方就會包一啲餃子啊去敬財神，希望好似餃子咁有金元寶啦，祈求新嘅一年可以發大財咁話。不過廣東呢邊開年就比較簡單，都係拜個神啊，食個開年飯啊，然之後就去行親戚噶啦。咁三不要呢？年初二去翻外家，即冇講啲唔鬧就唔好嘅說話。過年就要多講啲好說話啦，嗱，尤其係女婿翻去同外父拜年，要多講啲吉利嘅說話，禮多人不怪嘛，係咪？唔好嘈交，保持一家人和和氣氣、團圓和睦、開開心心過大年。咁樣嚟緊新嘅一年先至會掂個碌蔗㗎嘛，係咪？到最後祝大家開年之後招財進寶，日進斗金。